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在当今的中国，虽然各种美食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，但食品安全的问题呢，依然是人们心中过不去的一道坎儿。四川省德阳市一家黑心的作坊让人触目惊心。这个是八十，这是好的毛肚啊。我在这儿，他们这全省都有人。我这个是好的鸭，这个解冻鸭肠，这是鸭肠。那其他的全省都有。毛肚。一名妈妈表示，自己孩子总喜欢背着她偷偷吃美味辣条。于是呢，有科技工作者把辣条的油用显微镜放大100倍，看到吓人的一幕。深圳市龙华区某家奶茶店的一名新员工呢，在上班第一天就做出了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。店长事后表示，上班才40分钟就做出了这种事，新员工已被警方带走，奶茶材料已经都扔掉了，但是没有曝光出来的类似事件不知道还有多少。外出吃饭本来是件高兴的事情，但现在饭店后厨简直成了化学实验室。硫酸亚铁，硫化钠，看着啊，纯净水。普通的白豆腐，硫酸亚铁里边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这就是科技的力量。用科技需要1个月吗？最多3分钟，这就是3分钟出来的效果。这是麻辣烫的熬制的过程。添加盐、柠檬酸，这东西必须得加。油锅鸡，这是抗氧化的，这就是它保质期12个月的原因。我们先把水倒进去，让它自然融化。这个血粉是黑的，马上变红。我们让它静置半小时。我把它放锅里热水，给开了把火关掉，然后下锅。是他买的避震还是我这个避震？来换杯风味。我们做这个鸭血，它口感就一样的有。博主还展示了鸭血蜂窝状是怎么做出来的。原来呢，是用了一种特殊的血粉，里面有一些颗粒状，在做血的水浆里面没有融化的，就会成这种鸭血中看似自然形成的蜂窝状。而且呢，这种人造鸭血的成本只有8、9毛钱，市场价是3块钱，卖到火锅店则是6到8块钱。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黑心食品猖獗的原因。这个鱼汤浓缩膏挤在勺子里面，放在清水里面搅动搅动，锅里的自来水嘎的一下就变成雪白的鱼汤。这时放点豆腐下去煮一下，接着这种冰冻黑鱼片剪开袋子直接往里面一倒，在锅里边煮个7、8、30秒，来点明油就可以起锅装盆了。这时丢几个枸杞，淋点香油，来上一把香菜末，1分钟的时间，一道香菜黑鱼豆腐汤就做好了。以前呢有句话说的，给狗都不吃，这是一句不太友好的话。但现在呢，很多人把这句话正面解读，让狗狗当箭毒师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
等一下，吃呗。这还不吃啊？你这个大火腿，快点吃！我放地上，吃吧。一名网友把从超市买的白面馒头和自家磨面做的黄色馒头放在一起，小狗毫不犹豫地选择黄面馒头。有博主专门给自家养的狗狗大黄点了一份蜜汁烤肉拌饭，结果呢，平时不挑食的大黄却一点都不肯吃，就算被逼到墙角还是不吃。博主以为狗狗不饿，但是呢，给他端来自家做的白水鸡肉面条，狗狗吃的就很香。博主把烤肉饭和面条放在一起，狗狗依然选择吃面条。第二天，博主又给狗狗买了一份汉堡，结果大黄狗和小黑狗呢都不肯吃，却高兴吃下博主自己做的窝窝头。博主买的国潮炒饭，狗狗也是不肯吃。医师徐伟龙解释了为什么狗狗不肯吃一些食品。狗狗鼻子比较灵敏，人类的嗅觉肯定没有狗狗的这个嗅觉要强。有些时候你防腐剂啊各方面放的多一些，对这个产生的刺激性更大一点，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它不喜欢吃的这种状态。如果它不吃，可能里面的添加的东西可能比较多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现在流行一种说法，即狗狗吃啥我吃啥。虽然呢这是一句玩笑话，可是也反映出了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充满焦虑。而这也的确是很多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现在最让人谈之色变的，恐怕就要数预制食品了。已经翻车的高端连锁餐饮店西贝，就因为被爆出了是预制菜而口碑全面下滑。这是人们点餐点到的外卖，只见外婆卤肉、香菇滑鸡、辣椒炒肉这些美味的菜品，居然都是预制菜。视频字幕显示，最爱吃的炸酱面居然躺在冰柜里，而且呢，一把剪刀就能出餐。为什么中国人会谈预制菜而色变呢？这里面问题很多，而且狗狗都不肯吃。这个西伯利亚花红花是不是秘制叉烧肉啊？连续在四川省的3个城市调查预制菜210份样品，专门检查里面的塑化剂。这塑化剂呢都是很伤人的，看见没有 ？DIBP、DBP、DEHP， 超标率达到了94.3、92.4、96.2，就几乎所有的预制菜都是塑化剂超标，最高的超标了国家标准13倍。而塑化剂容易引起青年男女不孕不育、青少年性早熟、成年男女乳腺、前列腺、卵巢产生肿块。有网友表示，为了健康，请远离中国预制菜，这里面全是科技与狠活儿。这是预制菜的配料表，只见鱼香肉末茄子里含有茄子、猪肉水、番茄撒丝、食用盐、白砂糖、酱油、香辛料、碳酸氢钠、复合磷酸盐等。也有人表示呢，中国预制菜技术遥遥领先，日本技术不行，预制菜保质期才1到2天，猪饲料保质期最多有180天。而中国的预制菜保质期可以长达365天。预制菜危害如此之大，尤其是对正在长身体的学生，不少学校食堂强行引进预制菜。有一名江苏省的年轻女老师，就是因为不忍心看到学生吃预制菜而举报学校食堂，结果却丢了工作，男朋友也和她退了婚，她只能靠在街头卖唱来维持生活。有网友表示，寻衅滋事从来不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，而是为了让所有人闭嘴。在中国，黑心食品、黑心商贩也是很常见的，这是某餐馆的工作人员在取缔勾油。江西上饶一名男子在家里吃香芝颂风味的鱼尾巴零食时，在包装里竟然发现一整只死去的壁虎。网友们纷纷热议说，真吓人，还好是整只，
还好，就怕只剩半只才发现。也有人说呢，这是不是真的哦？我也经常买这个鱼尾来吃。在中国某地，有记者暗访偷拍，发现黑工厂一年做2000吨冰糖全是造假的。做2000吨的一年全是假的，它可以成功的投入500万的利息，基本上都是化学工艺做的，叫亚硫酸化加二氧化硫进行碱，更多的比这个化学工艺更糟糕是造假。有网友发视频表示，知道鸡蛋最近为什么再次便宜了吗？鲜鸡蛋中检出了兽药残留超标316倍。有人表示呢，在中国能吃的东西是真的越来越少了。中国人的食品里添加大量的食品添加剂。目前中国是全世界食品安全排名倒数的，我们的添加剂滥用是排在全球第1的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让大批的自己的人民吃科技和狠活，没有，而且还是得到允许的。为什么我们的鸡蛋出口不了，我们的月饼出口不了，我们很多东西出口不了？添加剂都是合法合规的，但你又不是吃一盆，既然是国家允许的，那都是可以的。那为什么别人的国家他就不允许呢？就因为咱们是铜墙铁卫。这也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。中共党魁习近平曾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，人民群众就是党和人民军队的铜墙铁壁。看来呢，铜墙铁壁是这个意思。有人对比一款手指蛋糕的配料表，只见里面充斥着各种添加剂，像是焦磷酸二氢二钠、碳酸氢钠、硬脂酸钠、磷酸二氢钙等。网友又贴出了一张狗粮的配料表，里面就没有这些，而是含有啤酒的酵母、深海鱼油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、精氨酸、益生元等，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看来有些人开玩笑地说，人吃的不如狗，这个堪称魔幻的现实当中真的是应验了。而更为讽刺的是，2014年9月28号，当天中共党媒《北京日报》上，中共喉舌大言不惭地说，我们党在中国执政，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，还长期做不好的话，有人就会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。讽刺的是，报纸上专门用特大号的黑色粗体字标注这4行字，中共到底做到没有？相信每个中国人到今天心里都十分的有数。有网友指出，中国人为什么癌症病人比例居世界首位？因为中国的食品还没有外国的狗粮干净，这就是所谓的人不如狗吧。有人曾经调侃说，吃中共国粮食能够活到今天全靠命的，这话听着心酸，但也是事实。一名博主半开玩笑的讽刺中国有毒食品说呢，早餐亚硝酸盐腌制长寿雌性猪肉，跨界扮演大蠢驴，配香精调制豆浆。午餐彩虹碗盛泰国香米饭，配梅干菜扣血泊淋巴结的甲状腺，喝一杯烧仙草。晚餐火锅涮合成牛羊肉，配上甲醛鸭血，再喝点酒精勾兑的特供酒，哎呀，舒坦，作死的一天就完美结束。难怪现在商场里没有人，实体店没有人，但医院里经常有很多人看病。悲催的是，现在就连中草药的药效都和此前相去甚远了。中医传承不下去的原因，枸杞都成了水果枸杞，它除了糖什么都给不了你。黄芪刚刚被埋在土里就被挖出来了，还没有尝够大地的滋味啊！这茯苓更是迷雾重重，原来用木薯丁去冒充，现在又多了不明物体去合成。当土地都被逼疯了，当麦子3个月就被收割，当天麻被化肥追成了萝卜。他们偷走的不是药材的时间，是岐黄之术延绵1000年的精魂所系。博主表示，典籍里明明记得3年熟地7年父子，看看你们药汤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？是草木的躯壳，还是硫磺熏过的漂亮皮囊？食品安全问题困扰着中国人，而中国饮用水也出了大问题。有网友实拍北京密云水库，发现触目惊心的一幕，只见水面都是垃圾，而密云水库是华北最大的水库，也是北京最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水源地。有网友表示，这是全国没有特供待遇的人民喝粪水的节奏。那么为什么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呢？根源就在于中共体制内从高层到底层各层几乎都有自己的特供食品，所以他们可以不管民众吃的是什么，
X 平台网友与虎谋皮推理调查指出，中国百姓食品的不安全、水土污染、激素、农药、添加剂等失控泛滥成灾，是中共特权阶层特供食品的安全造成的。正是因为特供的安全，国家相关机构就自上而下的放松，甚至放弃了食品监督，任其泛滥。官场自然充斥着贪污腐化，百姓却是无处投诉。所以解决中国食品安全的唯一的有效措施，那就是取缔特权阶层以及其特供，也就是要取缔专制制度，就是要取缔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。其实呢，普通百姓对中共官员的特供已经是十分的不满了。这是一张街拍的画面，在这个汽车的后窗上赫然贴着大字“取消特供，转基因、毒食品、毒菜、毒米、毒油、毒气”。车主还特意强调有毒共享，共赴国难，不民选装什么共和国，兑现承诺一人一票。说白了，中共利益阶层之所以可以享受到特供食品，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把自己当作人民，他们觉得自己有特权，而人民健康与否他们根本就不在意。这也是很多人强调要推翻中共、希望民主的原因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